李良胜，夫妻8年，我助你立下无数战功，如今你继承爵位，就想宠妾灭妻，害我性命！陈锦宁，是你自己命带行恶，克死了我父亲。今日再不杀你，燕儿母子也会被你克死。良胜哥哥，快动手，取出孽种，将他一起烧死！不行，李良胜，你不能对我们的孩子下手。等我生下孩子，要杀要剐随你。良胜哥哥，战败的消息明日就到京城，他现在不死，如何拿他顶罪？他腹中的孽障不除，我们的几个孩儿怎得平安？原来你是要拿我母子的命替你顶罪！我呸！李良胜，你不堪为将，不配为夫，你是个废物！陈锦宁，孩子，李良胜！这一刀为我的孩子，若有来生，我定屠你们满门！这是8年前。锦宁，你母亲说你向来大方得体，你与嫣儿又是表姐妹，想必你会顾念姐妹之情，让嫣儿先入门的，对吗？嫣儿，别怕，你怀了我的孩子，我是一定要娶你的。老天保佑，竟然让我回到出嫁前，这一世我定要让这对狗男女血债血偿。哦，侯府是要先抬妾进门。锦宁，嫣儿是将军府嫡女，怎能为妾？你自小在庄野长大，不善管家，正好她先入门，帮你打理好侯府，你再以平妻入府，两姐妹不分大小，互相帮衬。这就是你们商量出来的结果。表姐，对不起，我们只是一时情难自禁。婚前失贞还说的那么好听，这按律法可是要沉堂的。说什么？他们2人早就两情相悦，若非被你从庄子回来横插一杠，他们早成夫妻了。既两情相悦，又为何与我一亲？可见不过贪图苟且罢了。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说话如此难听，你还要不要脸了？这就听不得吗？我还没说他是呢。锦宁，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虽然你自小在青州那样的穷乡僻壤长大，但也要时刻谨记，你是国公府的嫡3小姐，一言一行皆要谨慎。表姐，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我这就死在你的面前。嫣儿，别做傻事，我定会娶你。良胜哥哥，我没脸活了，让我带着孩子去死吧。陈锦宁，看你把嫣儿逼成什么样，还不道歉？笑话，未婚有孕无耻偷汉的又不是我，我向他道歉，他受得起吗？想死？好啊，我帮你。陈锦宁，陈锦宁怎么会有如此高深的内力？撞了，怎么不撞了？表姐，你为何要这样对我？我做错了事，你骂我打我就是。这可是你说的。你竟敢当众行凶，如此刁蛮歹毒，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帮着这2个私德败坏、珠胎暗结的狗男女来欺辱我，你也配叫母亲？好个泼妇！我们侯府要不起你这种媳妇儿。弟弟，回去退婚。对，退婚。慢着，要退婚也是我来退。你们李家出了这等丑事，还有脸来耍威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父亲最重恩情，陈锦宁的小蹄子救过他性命，他既然在出征前定了这门亲事，就定不许陈锦宁受委屈的。嫣儿想入门，
就只能在我父亲回来之前办妥。放心，我虽不是陈锦宁的生母，但我的话他不敢不从。锦宁，嫣儿和你是表姐妹，你们一向要好。谁跟她是姐妹？我亲舅舅可生不出这么不知羞耻的女儿。事已至此，何必假惺惺？我直接挑明了，要进门可以，国公府退婚，我与李良胜从此两清。若是他为平妻，你为正妻呢？贱妾都不配。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呢？他都委屈做平妻了，你还想怎么样？发骚就得承担后果。陈锦宁，今日羞辱之罪，我定要你还回来。陈夫人，您这当家主母的威严，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你们先回，婚事照旧，嫣儿的肚子不能等了。嫣儿，你等着，我一定会娶你过门的。蠢货，谁让你当初寻死觅活？姑母，杀了他，反正国公爷也不疼他。你以为杀人是踩死一只蚂蚁这么简单？他再不受宠也是嫡女，死得不明不白，你我都得陪葬。那怎么办啊？我这肚子快捂不住了。行了，别吵，让我想一下。小姐，您方才真是太威风了。可惜我的孩子还没睁眼看过这个世界。三小姐，你太不识好歹了！你过来。你刚刚说谁不识好歹？三小姐，有话。你敢打我？怎么？我做主子的，打不得你吗？好，三小姐不待见老奴了，老奴马上去禀报夫人，把老奴赶出去吧。好啊，赶紧去报。三小姐，您不怕夫人了吗？真要打起来，便是那老匹夫也不是我的对手。老匹夫？谁啊？啊！天哪！小姐说的不会是她的父亲国公爷？总算找到了。前生因为李良慎，我与师父恩断义绝，令其失望透顶。我真蠢。小姐，这不是您从青州带回来的鞭子吗？怎么又拿出来了？夫人说女子动物会惹人笑话。小海棠，不动武是教养，被人气到头上还不还手，那就是蠢。死了也没人可怜。今晚的饭菜呢？小姐，那张妈妈去告状，夫人下令叫厨房今晚起不给我们饭了。那就告状呗。父亲现在在哪儿？小姐别啊，国公爷最讨厌人家告状了。我的小海棠，我们要是状都不告，饿死了都没人知道。我知道了，国公爷如今在永明阁呢。你先歇着，我这就去告状。父亲，锦宁，何事？父亲，您这里有3道菜1个汤，能分女儿吃点吗？锦宁，你饿的话，母亲命人给你做，这些饭菜是给你父亲的。不麻烦了，父亲想必是吃不完的。今晚没吃饭吗？打了张妈妈，夫人下令不准我吃晚饭，估计这几天也不会有。等明天晚上女儿再来。站住！为何打人？因为我不同意做李良社的平妻，
你为什么要做李良胜的平妻？锦宁，你别胡说，你是正室。今日在厅上，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长孙嫣儿怀了李良胜的种，逼我让位，我若不肯，便是不识大体，不顾父亲前尘。毕竟长孙将军正得圣宠，父亲需要拉拢。回到梨花院，连张妈妈都敢骂我不识好歹。哼，今我动不得你们，难道还打不得一个雕炉？显然是不能的。打了这个婆子，我这个嫡出的国公府小姐，便连饭都没得吃。老爷，我以后谁欺负你，你告诉父亲就是。不必，谁欺负我，我欺负回去就是。老爷，我错了，老爷。小姐，早饭有了。三小姐能耐了，还懂得跟国公爷告状。不过您别忘了，国公爷事务繁忙，这内宅终究是夫人管。海棠，坐下来一起吃吧。哎，张妈妈辛苦了，坐下一起吃个饭吧。多谢三小姐好意，老奴已经吃过了。叫你吃你就吃，你不敢吃，莫非是这饭菜里下了毒？下毒了！三小姐，你可别乱说，下毒谋害主子可是死罪。老奴在府中多年，一直忠心耿耿。那本小姐赏给你吃，你怎么不敢吃？来人啊！三小姐要杀人了！哎呀，小姐，奴婢的肚子很痛。你果然下了毒。快去请大夫。是。小姐，奴婢要死了，奴婢不能伺候您了。你放心，他们还没那胆子敢毒死我，最多给我教训，等下让大夫给你开药吃了就好。三小姐，我是夫人的人，你敢这样对我，夫人不会放过你的！救命啊！天哪，这竟然是头狼！快去请夫人！管家，快进去，把早饭撤走！三小姐，屋内脏了，容小人进去收拾。我劝你们别多管闲事，碰了里头的东西，就是同党。三小姐这话说的便不对了，府中哪有同党，都是伺候主子的下人。谁再动，下一鞭抽的就是脖子。夫人救命！三小姐要杀了奴婢！陈锦宁，你疯了吗？他受夫人指使，在我的饭菜里下毒。你胡说！我从没说过是夫人指使的。那就是承认下毒了。那不是毒，那只是断肠草汁，只会肚子疼，死不了人。那我岂不是还得多谢你手下留情？三小姐，你好大的胆子，当着夫人的面也敢行凶！夫人身边就剩这种货色，还不滚去请大夫，等着看他死吗？怎么伤得这么严重？不是治他，治里面那位丫头。
他无事了。你可以走了。给他止血。叫你走就走，别多管闲事。是，我这就走。你真的疯了！杀人偿命，他若死了，你也逃不掉。无所谓，反正一旦夫人指使奴婢在饭菜下毒谋害我一事闹到衙门去，李良胜为避嫌，绝不敢去找孙嫣儿。我倒是要多谢夫人成全。夫人，必须得抓紧处理掉屋内的饭菜。此时国公爷不在，不如请长孙将军来制服他。我们手底下这些人，着实不是他的对手。叫兄长干预国公府内宅之事，国公爷回来责问怎么办？不打紧，便说将军与表小姐来探望，正撞上三小姐行凶。至于下毒之事，到时候他空口无凭，夫人觉得国公爷会信他还是信将军？就按照你说的去办，马上去请将军和表小姐过府。夫人，宫里传来消息，夷陵公子勾结奸人，意图谋反，被长孙拔将军一箭穿心了。什么？师父，前生你被贼人污蔑杀害，徒儿没能为您报仇，这一世，徒儿不会放过他，也不会放纵孙家任何一个人。锦宁，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杀人！我是你的舅舅，不能眼看着你犯下杀戮之罪。哼，废话少说，我父亲还健在，国公府的事还轮不到你管。怪我将福州案口供留在家里，劳累让将军也跟着跑一趟。国公爷客气了。国公爷可听到后院的打斗声？父亲回来了，我得卖个破绽给长孙拔，好分裂他们。是他，江宁侯的养子，李良胜的养兄陈敬亭。国公爷救命啊！锦宁杀了张妈妈，还要杀我！守夜，我替你管教管教这逆女。人是你杀的？是，父亲若不待见我，让我回青州便是。何必在饭菜里下毒害我？我娘拼死生下我，不是让我被你们糟践的。将军武功高强，却用来对付闺阁女子，未免失了身份。哼，他杀人行凶，我出手制止有何不可？这是家事，轮不到你们南间过问。姑父，表姐要杀姑姑，父亲是旧人，府中下人都可作证。有劳舅兄，但国公府的事我自己处理，请。好，你女儿杀人，你若包庇，名声尽毁。我劝你趁早绑她去衙门。国公爷，哥哥和嫣儿是来探望我的，刚好撞见。把张妈妈的尸体拖出去，再来禀报我发生了什么事。是。
国公爷和武靖将军一直在外头，奴婢出去禀报一声。好些了吗？服了静婷特地入宫为你讨的消负丹，相信你的伤势已无大碍。多谢武靖将军。你是义父的恩人，这是本将该做的。既然三小姐已苏醒，想必已无大碍，本将就先告辞。下毒之事我已查清，张妈妈记恨你打了她，私自在饭菜里下了断肠草汁。她的尸体我已命人扔出府去，今后梨花院的人我会让管家从外头重新挑选。送我回青州吧，父亲见不到我不会心烦意乱，我在青州过得很好。别说傻话，父亲不会送你回青州。小姐，我们赢了，张妈妈死了。经过这一件事，想必夫人以后也不敢为难您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张妈妈不过是长孙氏的爪牙，像她这种货色，长孙氏身边多了去了。那怎么办？不要紧，我们慢慢来，一个一个拔掉她的爪牙。这几日你出府一趟，打听个人。小姐请吩咐。南监指挥使苏逸苏公公，看看他如今是否在京城。苏公公，小姐怎能打听他？外头都说他最爱剥人皮。让你去便去。是，小姐。三小姐，这三人都是从府外买回来，不曾教过规矩，劳您费心调教了。都叫什么名字啊？奴婢叫梨花，奴婢叫石榴，奴婢叫青莹。见过三小姐。石榴，管家亲侄女，前世是在我出嫁后才恰巧入府，这一世倒是急了，这么快就把人塞到我眼前。你，三小姐，石榴是国公爷亲自看过的。既然是父亲看过的，那以后就进屋伺候吧。既是三小姐抬举，你便尽心伺候，伺候好了，国公爷与夫人自有重赏。是，都下去吧。小姐，打听到了，苏公公月前便离了京，说是往淮北去了。走吧，带你出去玩玩。三小姐，张贵帆的家人状告你杀人，请跟我们去一趟衙门。以张妈妈的行为，她的家人肯定不敢上衙门告状，况且衙门该去府上拿人，怎会精准拦在此？三小姐放心，张大人已将事实查清，请您过去只是走个过场，也好护全您的名声。我且随他前往，看他葫芦里买的是什么药，那便有劳了。海棠，你去一趟督察衙门找父亲，便说我在京兆府衙门。是，奴婢这就去。三小姐请。就这点陷阱，未免小瞧了我。去。什么人？去哪儿？国公府三小姐出城探亲。放行。这国公府的三小姐
不是婚配了江宁侯的李公子吗？是有这么回事。那可真是见鬼了！方才我可瞧见那三小姐跟个男人搂在一块，亲热的紧，说是探亲，我看是出城私会了。当真？这还未过门就江宁侯府的脸面可往哪搁啊？你确定刚才所见是国公府三小姐陈锦宁？陈将军，方才卑职亲眼所见，车夫也说是三小姐出城探亲。完了，陈将军是江宁侯义子，我刚才那些话，他全听。这是狼山山路，绑架我的是山贼，如今与我结仇的也只有长孙一家。前世剿匪立功是长孙拔，莫非他们早有勾连？国公爷，出大事了！如今京中都传遍了，守城的士兵亲眼所见，锦宁他跟着一个男子私奔出城了。胡说什么？妾身已经查问过海棠，那丫头招认，锦宁早与一个书生私通绑娶。这个逆女，她要走便走，为何要弄得满城皆知？国公爷，眼下最要紧是先止住流言。初三，你去寻那守门兵卫，私下许他100两，让他改口，只说瞧见相似之人，三小姐从未离婚。另外，马上派人去追，便是追到天边，也要把那逆女抓回来。是。国公爷，真是妾身看走了眼。本以为锦宁那孩子往日还算安分，谁料竟做出这等丑事。难怪这几日他行事古怪，原是存了私奔的心。他的丫头是怎么说的？那开始死活不招，后来上刑才吐了话，说锦宁去年年底便与那书生一见钟情，并已私定终身。那还交代说，锦宁和那书生早就生米煮成熟饭。哎，他怎敢这般不知廉耻，还口口声声说嫣儿呢？把那丫头带上！国公爷有话问你，你直说便是。但凡有一句隐瞒，定叫你好受。奴婢不知。不知？忘记方才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了？国公爷面前不得有半句假话，不得为三小姐遮瞒。奴婢知道错了，三小姐，是奴婢撺掇三小姐与那书生走的，三小姐不想走的。国公爷，求你杀了奴婢吧！拖下去关起来，待抓回那逆女，一并处置。国公爷，侯府那边怕是瞒不住，这该如何是好？你还敢问？能出这种事情，都怪你持家无能。你若无法管好，我即刻修书请母亲回府。妾身无能，叫国公爷失望了。上次锦宁杀了张妈妈，妾身兄长恰巧壮宴，出手管教一番。你的意思是，我国公府的家事需你兄长来主持不成？妾身绝无此意，只是事已至此，您再生气也总得解决，不是吗？你先退下吧。侯府若遣人来问，你先虚应着。我已经派人去追，想必他也只能去青州，到时把人抓回来再做计较。是，还想他回来？他这辈子都回不来了。狼山就是他的葬身之地，想嫁入侯府，下辈子也别指望。平安公主和清官李大人的孩子辉林世子，他竟然也被抓来了。我想起来了，前世他被狼山的山贼所掳，
直至5月初8才被发现在狼山下。那时他全身被砍38刀，血肉模糊。平安公主知道后当场疯掉了。也正因如此，皇上才下定决心剿匪，给了长孙拔立功晋升的机会。看来徽灵被绑，长孙拔也逃脱不了干系。坏了，发生了！世子不要怕，我是娘亲派来救你的人，别出声。徽丽乖，听我说，坏人在的时候，你继续装睡，我叫你，你才起来，不哭不闹，不出声，能做到吗？知道了。敌众我寡，唯有放火逃生。至于往哪儿跑，我倒是有个好去处。小黑，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你怎么会来的？别声张，我跟着他来的。现在不是逃出去的好时机，我先找地方隐蔽。放火！他被关押在此处，非但不害怕，而且还有了应对之责。难道我逃来是多余的？你怎么还带着人？是慧灵世子，我来抱他。追来了，你快走，我挡着。你脱身之后一路往右，去石旁有10万丈，是一处洞口，那里极其隐蔽，可以暂时藏身。伤得如何？轻伤。我送你出去。走。病情严重了，得赶紧下山看大夫才行。这个地方山贼不知道吗？看这山洞里的痕迹，应该还无人知道。前世山贼被剿灭之后，我上过几次山，也是因缘巧合下才发现这个山洞。搜，把狼山每一寸土地都给我搜，找到那2个小贼，把他们千刀万剐。是。安全了，怎么了？我右手往外5寸，砍！被咬到了吗？是什么？是蚂蚁，不怕，蚂蚁咬人不痛的。是毒蚂蚁，得罪了。都说她在青州庄子长大，是寻常村姑，可这般临危不乱，身手伶俐，岂是寻常女子能有？还有那头通人性的狼，狼呢？小黑在外头，危机解除，他会进来通吃的。这小畜生倒是懂事。阿娘说，只有她才能叫我小畜生，你不许叫。
不是说你呢。山贼为何要抓你？不知道，或许和抓走世子同一个目的。你与丫头出府，除府中人，还有谁知？应无旁人。那天见你与长孙将军过招，你们之间有私怨吗？好敏锐的直觉，竟能这么快就将线索引到长孙拔身上。私怨谈不上，不过长孙燕儿与李良胜的事情，你大概也知道。本将知道不多。长孙燕儿怀了我未婚夫的孩子，她想嫁入侯府，就这样。义父说过，侯府未来的主母只能是你。谢谢，但我已经不在乎了。山贼应该是鸣金收兵了，我们得马上走。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估计今晚山贼今晚会转移。我要马上回去带人来剿匪。怎么回事？腿受伤了？不碍事，我们先走。你坐下，我看看伤口。伤得这么严重，为什么不说？这伤不算什么。我竟为那样自私胆小、卑鄙恶毒的李良胜傻了8年，还连累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武将。痛吗？不，只是忽然想起一些让人很生气的事情。你的伤要紧吗？不碍事，我们抓紧下山吧。你带世子先走。我脚上有伤，遇险难以护他周全，还是将军先送他回去。那你呢？姐姐，我不要你走。别怕，将军是好人，您不记得了吗？昨天是他救了我们。不要，我只要姐姐送我回去。将军介意与我同乘一骑吗？我没什么介意不介意，倒是你若被人看见，你的名声不好听。名声，我从不在乎。将军若不介意，那就走吧。那你把脸包着，至少别让人认出你来。我不介意的。至少，我得顾念梁胜的面子。他明知李良胜自幼厌他妒他，却仍视之如亲弟，处处维护，这般性情。我乃武靖将军，速速让道！方才经过的是陈敬亭吗？将军，卑职没看清人，但是看马儿应该是陈将军。哼，虽是皇上看中的人，却也不能这般嚣张霸道，在城内策马狂奔，怎就没御史参他一本？将军，他生父是神鹰将军陈子忠，义父是三朝元老江宁侯，南监上峰是最为护短的苏义公公，更有传言，就连龙太后都对他青睐有加。这朝中谁敢轻易动他？哼！你带世子进去，本将回去点兵。将军小心。放心。国公府陈锦宁带惠灵世子求见公主和李大人。世子，快禀报公主，世子回来了。惠灵，参见公主。娘，我被坏人抓了。惠灵不怕不怕，有娘在，
以后再没人能抓走徽礼。公主不可！你叫景宁是吗？本宫记得在国公府见过你一面，你救了徽灵，便是本宫的恩人。你要什么赏赐，尽管开口。公主言重，我与世子相遇是天意。昨天我被人迷魂掳至狼山关押地牢时，意外发现世子，后得陈敬亭将军相救，这才能安全下山。敬亭，他人呢？将军已经去点兵上狼山剿匪，具体情况公主可问将军。我得回府了，我一晚不归，父亲该担心了。岂有此理！谁人散布这等谣言？婆婆所说何事？三小姐，外头的人说您昨天被一个男人带着离京私奔去了。如果说外头这样传我，那父亲想必也信以为真。公主告辞。锦宁，需要本宫帮忙吗？锦宁，你回来了！不要脸！一个躲在娘亲裙底下的窝囊废，你有什么好得意的？你，梁胜，娘什么时候教过你像市井之徒一样说话？锦宁，你这孩子，若不喜欢梁胜，直说便是。侯府总不能勉强你。如今退亲也好，你始终于侯爷有救命之恩，以后两家还是会来往的。夫人说的对，以后我们一定会来往的。转告你父亲，之前抬过来的文定之礼就不收回来了，定当你救侯爷的谢礼。管家，派人去衙门告诉国公爷，说三小姐回来了。哟，三小姐还真敢回来呀！有何不敢？哼，不知羞耻，简直丢尽了国公府的颜面。海棠，坏了，难道他也出事了？海棠呢？奴婢不知。说，他在哪里？国公爷把他关柴房了。海棠，小姐，奴婢对不起您，管家抓了奴婢的弟弟来逼奴婢。不说了，有我在，这笔债我一定替你讨回来。滚开！国公爷有令，关押他等您回来一同处理，所以你不能带走他。我再说一次，退开！小人奉命办事，海棠不能活着离开这儿。您放下奴才自然让路。三小姐，这一边我会讨回来的。国公爷，奴才阻拦了，但是三小姐二话不说便用鞭子打人。你还知道回来？
我为什么不能回来？这里不是我的家吗？你昨晚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不要脸的事情？你一上来便定了我的罪，还何必问我？侯府今日来退婚了，但是看在你曾救过侯爷的份上，我会说服他们纳你为妾。妾？正妻我都不做。你杀张妈妈已是歹毒，与人私奔夜不归宿，更是败坏门风。我已花费银子压下流言，侯府肯纳你为妾，已是开恩。再闹，便是自绝生路。父亲知我一夜未归，如今见我一身是伤，却不问我是否受了委屈，只信他人谗言，硬要逼我做妾。我若昨夜死在城外，岂不是更顺遂了某些人的心愿？那你说，你昨晚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我说我被人绑去狼山贼窝，杀了几十个山贼，你信吗？满口胡话，学了几招三脚猫功夫就敢说杀人，私德不端，定了亲还勾人私奔。今日定要好好教训你，给我跪下！不跪，你要么打死我。国公爷不要冲动，父女俩有话好说。你不要在我面前假惺惺。今日我便打死你这孽障，给你那死去的母亲一个交代。笑话！你心里要是还有我娘，怎么会纵容奴才给我下毒，放任你继室的侄女抢我婚事？没吃饭吗？拿出你上阵杀敌的勇猛来啊！就这点劲儿，还不如我昨晚杀山贼狠。国公爷饶命啊！海棠，别拦他，让他打。我不过是欠他一条生我的恩情，今天让他打回去，这笔账就算清了。你好大的胆子，敢阻碍国公爷用家法！好你个老刁奴，敢动我的人，你是有几条命？你还敢动手打人？逆女，你撒手！15鞭，我欠你的已经还清。从今往后，你再动我一根手指，我便把你陈国公府一把火烧掉。他的武功竟这般厉害！阿娘，女儿活不下去了。来人，把三小姐扶进屋。若外头有人问起三小姐宿夜不归之事，只说是误会。让令婆子给她验身，若非清白之身，直接送姑子庵。来人，扶三小姐回屋里。真以为自己是千金大小姐呢？呸！你便是给我提鞋都不配。滚！快扶我回府！小姐，他们逼我承认您跟人私奔，我不愿意，管家就打我，还抓了我弟弟。海棠不哭，欺负过我们的人，我让他们一个一个全还回来。小姐，国公爷说您打了令婆子不肯验身，下令不给梨花院送饭了。你们也看到了，我就是个谁都嫌的小姐，你们还想在这伺候吗？小姐，奴婢被父母买入府中，给哥哥讨媳妇儿。奴婢也是被人嫌弃的人，奴婢也是。好，既然你们愿意留下，我不会亏待你们。你们去请个大夫，让他从后门进来，为海棠治疗，再买些米粮和厨具。
这几天我们自己开火。小姐，下这么大的雨，您身上又有伤，要去哪里？讨债。今天真是解恨啊！幸亏老子聪明，拿下那贱丫头的弟弟，让国公爷信了此事。如今那小贱人不仅挨了收拾，连侯府的门都进不去了。老爷立此大功，必有赏赐。上回答应给妾身的金镯子，可不能食言哦。莫说金镯子，一套头面都给你买。滚！哎呦！闯哪来的小贼！敢闯你爷爷的屋，你可知我是谁？三小姐深夜来访，有何贵干？海棠的弟弟在哪里？三小姐这话说的，一个丫头的弟弟，我哪知道？我本来想着你老实把人交出来，我饶你一命，看来这买卖是做不成了。三小姐，我可不是国公府家生的奴才，你杀了我，你也跑不了。是吗？谁知道是我杀了你？在柴房，在我家柴房。带路。三小姐，就是这儿了。来人啊！请大夫，再命人去国公府找表姐。逆女，打你的人是我，为何要迁怒管家？三小姐，小人有得罪您的地方，给您赔罪就是，何必找到我家里伤我家人啊？哟，管家家里人被伤了，该不会是你平时得罪人太多，被人寻仇了吧？怎么，这也要赖我头上？景宁，管家不是家生奴才，你没资格动他。他去衙门告你一个伤人罪，你逃不掉。告啊，那就告到京兆府衙门去，我也好顺便问问。梁捕头以张妈妈的家人告我杀害罪，强行拉我上了马车，迷魂了我送到狼山，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胡说什么？我私奔一事，想必你已经都调查过，问了海棠，问了城门守卫，问了夫人，问了管家，你就自以为是事实。可你问过我了吗？罪证确凿，哪里容你抵赖？便是问你，你会承认吗？好，那便随他们报官去吧。见过国公，敢问这位就是三小姐？贵府管家报案说您伤人毁耳，请跟我们回衙门一趟。梁捕头，不认识我了吗？三小姐，我们素不相识，现在问案，请您配合。你确实是回衙门吗？别又把我迷魂拉上狼山。你胡说什么？不过我还得多谢梁捕头，若不是你，我也上不了狼山，救不了徽灵世子。想必此时武进将军已经剿灭了狼山山子，回头朝廷嘉奖下来，少不了梁捕头的功劳。三小姐装疯卖傻，可躲不掉案件，还是随我到衙门走一趟吧。景宁，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拜你们所赐，等着，我很快就会回来，到时候我们好好算算这些年的账。其实我看不顺眼的不止你的耳朵，还有你的眼珠子。国公爷，他还恫吓我！梁捕头，快押他回去！看好了，我是跟他走。要是没在京兆府见到我，拜托国公爷看父女一场，替我到南监报个信儿，就说我又被梁捕头带走与人私奔了。圣旨到！陈国公、陈景宁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陈国公府千金景宁就徽灵世子及剿灭山贼有功，获赏5000两黄金，封县主之位，择日入宫谢恩。国公陈守业，教女有方，有功社稷，加封副国公封号，赐10亿。这是
真的，他真是去救世子了。小贱人果真在狼山救了辉林世子。护国公还不谢恩？臣领旨谢恩。李兄，锦宁果真救了世子，可有凭证？你这话怎么说的？锦宁不曾告诉你吗？那天他被山贼掳到狼山，后与敬亭将军一同救了我的儿子逃出来，还杀了好几个山贼。武敬将军亲眼所见，还能有假？我说我被人绑去狼山贼窝，杀了几10个山贼，你信吗？你说的书生呢？我不知道。快去传御医！你这绝交的孩子，怎么没说你是去救人呢？你若说了，你父亲只会嘉奖你，哪里会打你？是啊，我若说了，父亲怎舍得打我？国公府庭训森严，本宫自是不该说什么，只是到底是亲生女儿，这孩子又自小没娘，便是千错万错，怎可下这般狠手？陈兄，嫂夫人拼了命生下这孩子，是怕你好好待他。你若再这般苛待，嫂夫人九泉之下如何心安啊？李兄，看到他，我便想起阿展生产那日的血。你这是糊涂啊！他才是最可怜的人，出生便没了娘，又被你丢在庄子多年。若今日被掳的是锦宁，你可会像我这般心急如焚？陈兄，你我相交20几年，有些话我也不忌讳说了。你对这孩子太刻薄，太绝情了。难道我这些年都做错了吗？陈沟以后就跟着你，谁敢动你，直接让他动手。公主放心，在这国公府，除了我父亲外，旁人休想碰我一根头发丝。你父亲，他是个好人，忠臣。是啊，他是好人，是忠臣，却唯独没对我好。公主，免礼，快为锦宁处理伤口，养好伤，多来公主府。慧玲挂念着你，谢公主。国公爷，他伤势这么严重，昨晚大雨如何出得去？难道我又冤枉他了？好些了吗？谢国公爷关心，死不了。你连一声父亲都不愿意叫了吗？你何必惺惺作态？昨日那一顿鞭打和今日的护国公赏信，我欠你的债已经还完了。为父知道说什么也无用，但是你若还想嫁入侯府，为父一定为你将正妻之位争取回来。不属于我的东西我不要，我只会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你的东西？我母亲的嫁妆。你母亲的嫁妆自然是留给你的，只是如今由你母、继母和祖母攒着。长孙氏那份，我现在就要回来。至于老夫人那边，若国公爷真念着同我母亲往日的一点情分，就请国公爷对我做的一切袖手旁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嫁妆一事为父交代下去，他们自会还给你。只是你祖母如今远在南国，她很快就会回来，且这一次回来，她会把我母亲的嫁妆全部过给她的亲生儿子。胡说八道！你祖母不过代为管理，岂能贪图你母亲的嫁妆给你的二叔？为父当你现在神志不清，休要再胡言！你果然还是不信我。我被绑狼山一事，临行前就让海棠去通知你，想着你能来接应立功。只可惜管家一心要诬陷我，哪里管你立功不立功？而我拼了一身伤救世子回来，就因他抓了海棠弟弟诬陷我，你便信了，真可笑！怎敢如此大胆？有长孙氏兄妹撑腰，他胆子能不大吗？我若死，长孙嫣儿就能顺利嫁入江宁侯府，那长孙一家可就是水鬼生城隍，跟着水涨船高了。难怪我对长孙拔示好，他一直爱搭不练。
原来早就盯上了侯府，我这去找他问话。以前的我竟然渴望在这样的人身上得到父爱，真是可悲。三小姐，国公爷说任由您处置他。管家的威风呢？三小姐要打便打，不必废话。打？管家见多识广，若我拼了这救世子剿匪之功，杀你一个奴才，不知道能不能功过相抵呢？三小姐拼死立下的功劳，用在杀我这个无关紧要的小人身上，岂不是浪费了？不如留着这份恩赐，兴许还能再入侯府呢。哦，你是说我该用这功劳逼侯府舍弃长孙嫣儿，堂堂正正娶我过门？行了，你走吧。谢三小姐。小姐，你怎么就把他给放走了？杀他不得，好歹打一顿出出气也行啊。不急。陈狗，三小姐有何吩咐？你说什么？那小白还想嫁入侯府，婚事都退了，他凭什么？江宁侯是炙手可热的君侯，这一次若立功归来，指不定能位列三公。他肯定不会轻易放弃高攀的机会。先前退婚是因为私奔一事，如今知道是误会，且朝廷嘉许了他，还封了个县主。只要他还有心嫁入侯府，江宁侯夫人不得不同意。那嫣儿怎么办？她好不容易才怀上这孩子，得了江宁侯夫人的欢喜，若现在失去，不但功亏一篑，还落个坏名声。表小姐必须嫁入江宁侯府，依我看，当不了正宫夫人，妾也行啊。若这一胎是儿子，那就是庶长子。至于陈锦宁那边，只要搞个方子让他生不出子嗣来，3年后便可以无子休掉。到时他还不是任我们宰割？你倒提醒了我，确实有那么个方子。这一次你受罪了，你放心养伤，哥哥和我都不会亏待你的。幸亏得表姐和表哥看顾，才有我今日。只是你屋里那柳氏见势不妙就躲，这种没良心的东西，切不能再留着了。表姐放心，那我定不会轻易饶过他。主子，管家出府后便痛打他那小妾，抛尸乱葬岗。如今我们已将人救下，安置妥当。还有江宁侯府那边传出新消息，要长孙嫣儿改以妾礼先迎进门。江宁侯夫人倒是很会见风使舵，那长孙拔能同意他女儿为妾？长孙拔自然不同意，可江宁侯夫人命人到将军府下话，说要么入门为妾，要么各自婚嫁。看来江宁侯府是等着三小姐入门做少夫人。不过是贪图我县主的身份和救了辉林世子的功绩罢了。只是这火烧的还不够旺，要想把长孙氏和长孙嫣儿逼急，我还得继续添柴仔细。国公爷，三小姐说她没有得体的衣裳，如今匆忙置办也来不及，进宫面圣为虎失礼，所以请您明日入宫的时候代为谢恩。怎么可能没有得体衣裳？夫人给我看过账本，每季给她置办衣裳的银子就要300两。圣旨指明要她入宫谢恩，她不去，岂不是没把皇上放在眼里？我这就亲自去为她选衣裳。国公爷，
你的衣裳呢？国公爷不都看到了吗？你母亲每季花几百两银子为你置办的衣裳呢？都藏去哪儿了？是啊，她每年特意为我花那么多银两，我能藏哪儿去呢？不要再用这种阴阳怪气的语气跟我说话，我是你老子！国公爷明鉴，夫人从未给小姐置办过一件新衣裳，就这几件能穿的，都是小姐从青州带回来的旧衣。难怪她突然间想要我为嫁妆，原来是被气已久。该死的长孙氏，竟然敢糊弄我！我不饿，撤了。撤走吧。国公爷，宫中赏的5000两黄金，您觉得是放入库房，还是存到银号里好呢？什么意思？你是想贪锦宁的赏银？这怎么能是贪？他还没出阁，赏银自然是归中尉管理。再说了，咱们国公府如今就是个空壳子，有了这些金子，柱儿到时候婚事就能大办，也是为你增面子啊。阿珍以前留下的庄子铺，每个月不都有进项吗？怎么就成空壳子了？您不知道，庄子这2年闹旱，哪来的收入？至于铺子，这些年管理不善，生意也不好，仅仅能维持，偶尔还得亏损，都是从中府取银子去周转的。既然管理不好，那就都交回去给锦宁吧。反正这是他母亲留下的，迟早得还给他。交回给他？那怎么行？锦宁始终要嫁出去的，到时候他把庄子铺带走了，柱儿怎么办？他堂堂男儿，想要富贵权势，就得靠自己的手脚去争取。我当年不也是靠自己挣来的爵位？你的意思是，连你的世袭之位都不给他？他可是你的儿子啊！他是我的儿子，可锦宁也是我的女儿啊，还是我最爱的女人为我生下的。可这么多年，我却一直弃她于不顾。你每季给我过目的账本上，有一笔开销是用于锦宁购置衣裳首饰的，但是我刚才去过梨花院，她根本没几身像样的衣服。那些衣裳，你是做给谁了？你去梨花院看他的衣裳，我们夫妻10余年，你竟然信不过我？没错，我就是信不过你，所以庄子也好，铺子也好，3天之内，我要看到你把阿珍所有的东西都交回到锦宁手中，让人收拾好瑶亭院子，以后我搬到那边住。瑶亭院子是那贱人甄氏生前住的地方，如今我一个活人还在这儿，你竟要回去死人的院子！好，你最好永远不要来，但是休想我会把东西交出去。我不仅不交，那些黄金我也要了。夫人，犯不着跟国公爷顶撞，先答应着，这些东西就算交出去，那小贱人也未必有命享。你说的对，一个将死之人，见识给他再多，早晚还是会回到我手里。你马上让管家派人去一趟武安侯府，让锦瑞明日回来。那子一向听锦瑞的话，锦瑞给他下药，他定喝。是。见过护国公爷。大将军客气了，还未恭喜将军剿匪有功。三小姐的伤势看起来怎么更重了？谢大将军关心，已经好很多了。大将军，面圣不宜耽搁，改日再到府中一聚。这药早晚一粒，过几天伤就好了。前世也好，今生也罢，为什么你总是对我这么好？宁安县主，抬起头，让朕看看。虎父无犬女，此番你狼山杀贼，还救了徽林世子，当真秀外慧中，英勇无双。不知师曾哪位名师？回皇上的话，小女师承夷陵公子。当真？是。夷陵公子是谁？皇上为何如此惊讶？皇上，小女只会几招花拳绣腿，琴棋书画女红无一精通，难登大雅，实在是臣教女不善。陈爱卿，若是皇太后听到你这句话，可就得凤颜大怒了。皇太后总说女子也可为名将，只是苦于世俗眼光，没有机会罢了。是，
皇太后言之有理。行了，你们先回吧，朕与静婷还有些话要说。县主，若见到夷陵公子，给咱家带句好。是。段公公也知道夷陵公子，怎么感觉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小姐，大事不好！外面都在传陈敬亭大将军和陈侍郎的妹妹陈幸如议亲成了，过几天就要下文定礼。前世，陈幸如和陈敬亭定亲后，死活要嫁给晋国侯南宫慧允做妾，闹得满城风雨，导致陈敬亭成了全京城的笑柄。但没人知道，那些说他不孝、流连青楼的谣言，都是李良慎的姐姐李其荣传的。他鼓动小姑子下嫁，也是为了谋夺陈家的财产。这议亲是好事，怎么叫大事不好？奴婢觉得大将军跟小姐才般配。胡说什么？小姐，陈大将军与惠林世子来访，请他们进院。晶晶姐姐，世子闹着想见你，我正好得空，便带他过来。你伤势如何了？谢将军关心，好多了。将军，陈家小姐非良配。非良配？锦宁姐姐，什么是良配？你和敬亭哥哥是良配吗？小孩子别瞎说。谢谢狗汁，只是我名声不好，有高门小姐愿意下嫁，已是莫大的荣幸。三小姐与惠林世子先玩耍，回头我来带她走。好。锦宁姐姐，敬亭哥哥要成亲了吗？听说是的。敬亭哥哥多威武啊！你为什么不嫁给敬亭哥哥？小孩子，大人的世界没那么简单。想不到长孙拔居然与福州一案有牵连。依我看，先别动他，留着这条线，到时候能揪出一大串。国公也与末将想到一处了，那就尽量拖长调查，先压着他。世侄聪明，不失令尊之风。对了，世侄知道夷陵公子是谁吗？国公也怎么问起他来？实不相瞒，他是小女的师傅，有些话我对着他问不出口，且段公公也认识他，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是何许人也。以后有机会见到，小侄可代为引荐。景亭不肯细说，莫非此人有什么特殊身份？罢了，锦宁的师傅总归不会是什么要紧人物，那就有劳世侄了。真盼着苏公公快些回京啊，有他在，定能镇住一些人。苏公公快回来了。真的？那可太好了。希望等他回来，你还能这般高兴。锦瑞，你这一次可得帮帮母亲。甄氏留下的那些店铺庄子，当初你成亲的时候就已经陪嫁了1/3，剩下的都是给你弟弟留的，怎能还回去？母亲您放心，我这次回来定叫他死了这东西。去请燕儿小姐过来，再去我屋中打包几身我以前的旧衣裳，连同今日带回来的旧缎子，一并给三小姐送过去。送这些，她会放在眼里吗？我的衣裳便是旧的，也是极好的料子，她只怕摸都没摸。我肯赏她几身旧衣裳，她不知得多高兴。说的也是。锦宁，我来看你了，在这晾个吧。锦宁，大表姐对你可真好，特意带这么多礼品给你。你喜欢，那就都送给你。那怎么行？这可是大表姐特意拿回来送给你的。锦宁，这些衣裳虽然姐姐穿过，但都是好料子。不过这些不重要，姐姐特地给你带了好东西。这些药是我公爹特意请御医开的，用以强身健体，增进内力。姐姐知道你喜爱练武，便特意叫公爹多开了几副。你屋里的丫鬟呢？叫进来，
我好吩咐怎么煎药。大小姐，这是给三小姐强身健体的药，你记得每天为她煎服。若敢偷懒，我扒了你的皮。是，奴婢谨记。姐姐今日来还有一事，我问你，你和李良胜是怎么回事？表姐，我知错了，我和李公子只是一时糊涂。你当然错，明知道他是你表姐的未婚夫，也敢肖想。若不是看在舅舅的份上，我打死你都不嫌过，还不赶紧跟锦宁道歉？锦宁表姐，求你原谅我。你有什么错？你和李良胜乃两情相悦、郎才女貌的一对狗男女，是我耽误了你们的好姻缘。锦宁表姐，你还是嫁入侯府吧，日后你为夫人，我为平妻，我以你为尊，我们一起伺候相公，好不好？这演技比青州的戏班子还要差。知道错就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日后进了侯府，任何事都得以锦宁为尊，知道吗？是。姐姐一直盼着你能嫁个好人家。江宁侯如今在京中炙手可热，又深得皇太后看重。李良胜虽不成器，但毕竟有父荫照拂。那陈敬亭是养子，分不了家产爵位。你嫁过去，只需生下几个儿子，这辈子就能安享荣华富贵了。姐姐说的是。对了，方才听母亲说要把你娘亲的庄子铺子给你，姐姐觉得你到底是千金小姐，不好抛头露面出去做生意，因此这些庄子铺姐姐暂时替你管着。锦宁，你总不能信不过姐姐吧？姐姐，你这话说的不对。哪里不对？难不成你认为我会贪你的银子？第一，称呼错了，你娘亲不是我母亲，且我母亲是你的嫡母，你也得尊称一声母亲。第二，不是给我，是还给我，那本来就是我母亲的嫁妆，不属于你娘亲，甚至也不属于国公府。第三，你已出嫁为武安侯府少夫人，怎能管理我母亲的嫁妆？第四，你说的对，我确实信不过你。你什么意思？有胆再说一次！耳朵聋了就去找大夫医治，顺便将这些旧衣裳拿回去。我不是乞丐，不需要你的施舍。锦宁表姐，你怎么能这样跟大表姐说话？你少在这儿装模作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父亲失势，你当不了侯府少夫人，便来求我嫁给李良胜，以便让你入门为平妻。怎不记得你们当初是如何算计侯府退婚的？你不要脸，我还要脸。你，陈锦宁，你别以为立了点功劳就能上天，这国公府还没轮到你当家做主。侯府的亲事容不得你拒绝，有母亲在一天，你也得听她的。那你去找她呀，来我这儿费什么？你目无长姐，我这就去叫父亲家法处置你。慢走不送。对了，姐姐，你给我的药是找哪位御医开的？正好我过2天要陪平安公主入宫，正好请她再多开几枚。那些药你无福消受。石榴，把药给我拿回来。姐姐是真厉害，连我屋中新丫头的名字都知道。我是关心你才特意打听这些，只是给你良心，你当驴肝肺。别以为封个县主就可以嚣张跋扈，这京中莫说县主，便是郡主也是一揪一大手。我们走，别搭理这个废物。你别真以为我得求着你，给脸不要脸。还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吧。没想到这小蹄子竟如此嚣张。表姐怎么办？我肚子不能等了，我不想当妾室。当主就不该生米煮成熟饭，怀了也就算了，偏要闹得人尽皆知。如今倒好，回不了头了，蠢货！眼下骂他有何用？还是想想法子吧。现在哪里有什么法子？江宁侯府如今也后悔退婚了，就认定陈锦宁是正妻，想要李良胜再说其他人，除非那小贱人突发暴毙。不是没想过杀他，可那小蹄子功夫不弱，除了你舅舅谁也打不过他。有了，既然杀他不成，那就让他身败名裂。小姐，江宁侯府李公子求见。李良胜，他自知清高孤傲，从不轻易求人，这时来找我，看来江宁侯要凯旋了。小姐要不要见？见。为什么不见？将他带去偏厅，我随后就到。是。李公子大驾光临，有何贵干？以前怎么没发现他竟如此大方好看？我来问你，你可愿嫁给我？
李公子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侯府不是已经退婚了吗？再说你不想娶我，又何必勉强？我陈景宁也不是非你不嫁。退婚只是误会，你是想悔婚不成？悔婚？不怕实话说，即使你们侯府不退婚，我确实也会悔婚。李良胜，我看不上你。你是什么东西，还敢看不上我？连长孙嫣儿那种货色你都当宝，我为何要看上你？你若有点志向，喜欢当今公主，兴许我还会追着你跑。你闭嘴！嫣儿比你强100倍，若非看在父亲的份上，我岂会来找你？像你这种女人，白送我都不要。那你还是滚吧。青莹，送客。李公子请。陈锦宁，你一直都在戏弄我，戏弄我父亲。我从不曾戏弄侯爷，当初答应婚事我是心甘情愿，是你婚前便与我表妹苟合，将我颜面踩在脚下，要我嫁入侯府。可以，除非他长孙嫣儿为妾，否则一切免谈。此话当真？只要嫣儿肯为妾，你就肯嫁？只要她为妾，我就嫁入侯府。好，你等着。我说的是嫁入侯府，可没说是嫁给你。这李良胜好无情啊，竟然真想让嫣儿做妾。表姐，不能再拖了，马上叫将军行事吧。如今监督衙门正在调查大哥，若此时贸然行事，就因如此，更要抓紧行动。趁侯爷回京之前，将表小姐以平妻身份嫁入侯府。这姻亲一结，咱长孙家与侯府就是亲家。有侯爷在，督察衙门乃至南监在调查将军时，都得有所忌惮。你说的对，马上去找哥哥，跟他说说其中利害关系。是。三小姐，夫人说明日带您出去看铺子，再去附近庄子住一晚，认识一下里头的掌柜伙计。知道了。真是太好了，小姐，夫人总算要把庄子铺子还给您了。是啊，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16，明日你和海棠跟我一同去。是，奴婢马上去收拾。你去把陈狗叫过来，我有事吩咐他。是。长孙氏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了。这些就是江宁侯府送来的聘礼。是，江宁侯夫人说了，按照纳妾的规矩准备了礼，等叫人选了个黄道吉日，择日便迎长孙小姐入门。什么纳妾？不是平妻吗？我要见梁胜。李公子也是这个意思。嫣儿，将军，小人也是秉公办事，先告辞了。老爷，你要为我们的女儿做主啊！江宁侯府欺人太甚，陈锦宁，你给我等着！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三小姐，以后枣庄交由她管理。见过三小姐。大家好。阿文呢？叫他把账本送过来，给三小姐过目。三小姐看得懂账本吗？不如我直接跟三小姐说吧。枣庄已经连续3年不曾赚过1文钱，今年是靠夫人拨了1000两银子过来，才得以继续维持。哦，既然连年要贴补，这庄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卖掉吧。锦宁不可，庄子是大姐的产业，我是绝不能让你卖掉的。这庄子是我的，我说卖就卖，夫人反对不得。三小姐，这个房间是夫人住的。其他的房间和这个房间有分别吗？没有分别，其他房间都一样很好。
那就让夫人住别的房间，你去叫管事们和账房都来我房中，但凡半个时辰没来的，一并开出去。小姐，那些管事竟还想糊弄您，他们都忘了您是在庄子里长大的。这几年枣子的价格居高不下，我们一路走来，枣子数长势颇好，可见没有失收的情况。且庄子里人手充裕，若是亏损，长孙是怎舍得雇这么多人？不过是借口不想给我罢了。三小姐，您真的要卖了庄子吗？当然要卖，亏损的庄子留着何用？但是夫人说的没错，这庄子是你母亲留给您的，就这样卖了，你舍得吗？我母亲给我最大的礼物，便是我这条命。出去吧。小姐，这16……她是管家的侄女。小姐既然知道，为什么要留她在身边？梨花院的粗活都让她干，你落个清净，不好吗？那感情好。你是说，他真的要卖庄子？是。这小整日嘴里提着他那断命母亲，做事却那么绝。母亲不必担心，只要我们的计划顺利，庄子卖不卖不还是我们说了算。舅舅那边，母亲可都联系好了，都打点好了。我还特意叫他邀约几位大人一同过来。放心，都是他阵营的人，这次定叫那小有来无回。好，那我晚点就带着到他屋里演场戏，引他闹起来，坐实恶名。小姐，都傍晚了，那些管事一个都没来，看来他们都得了夫人授意，没把你放在眼里。没事，不来便不来吧。夫人到底想干什么？说把庄子还给你，却又故意让人不配合你，难道就不怕出三叔会告知国公爷吗？当一切都不太合理的时候，背后就一定有阴谋，咱等着就是。锦宁，这些人都是母亲昔日提拔起来的人，你若是卖了庄子，他们往后怎么办？三小姐，夫人生前最喜欢来枣庄度假，你若把庄子卖了，怎么对得起夫人？大姐说你是我母亲提拔起来的人，是吗？没错，原本还有2人，夫人死后他们就离开了，如今只剩我们几个老人留在庄里维护，即便亏损也没放弃，所以请三小姐别卖枣庄。听大小姐说，您得了皇上赏赐的黄金，何不这一部分到庄子里，让枣庄恢复夫人在时的兴旺？难得你们还记得我母亲，记得她曾经提拔过你们，更感谢你们在庄子连年亏损，还愿意留在这里，你们让我很感动。好，我听你们的，庄子不卖了。什么？你不卖了？是的，大姐，我不卖了。锦宁，我知道你在敷衍大家，你心里还是想卖了母亲的庄子，是不是？不，大姐，我是真的不卖。亏就亏吧，像你说的，母亲的产业我若是卖掉，便是不孝。我一向听大姐的话，叫你听话的时候你不听，如今要你闹起来，你偏听话了。好，既然你同意不卖就好，大姐也不打扰你了，你先休息。宋大姐。初三叔，能否劳烦您一件事情？三小姐是想看账本吗？枣庄的情况，不看账本我也知道。我想劳烦您帮我找回当年走的那2位管事。找他们干嘛？他们没有同流合污，我想找他们回来管理庄子。回去后我会找地农查一下。初三叔现在就去如何？三小姐，你若懂得，这个时候就不该支持我离开。初三叔不用担心，在长孙将军来之前，我都不会有危险。看来三小姐早有打算，老夫明白了。表姐，他没有发火，怎么办？
发不发火都一样。横竖这庄子里都是我们的人，到时候我们说什么便是什么。至于初三叔那边，他今日也见到我们，确实差点起了争端。那我们还是按照计划行事。事到如今已没有办法回头，嫣儿若不想做妾，就必须这样。我当然不想做妾，表姐，此举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锦宁，快见过几位大人和夫人。县主身份贵重，该是我等向县主行礼才是。把京兆尹张大人都请来了，看来今天这出戏阵仗不小。不过张大人乃是清廉好官，定不会与长孙拔同流合污。他们这步棋看来是下错了。锦宁，你是庄子的主人，难得几位将军夫人大驾光临，怎么也得尽一下地主之谊，领几位夫人到山庄里四处走走吧。我和嫣儿陪你一同去。诸位夫人若不嫌弃地方简陋，便随小女四处看看去。这什么破地方，这么多蚊子，我脸上被咬了好几口了。锦宁，你怎么一点准备功夫都没做？明知道几位夫人要来，就应该事先叫人准备艾草、香包、驱蚊虫。你们脑子是堆草的吗？明知道来这山野地方自己不备下艾草，还好意思抱怨？舅妈别生气，锦宁不是冲你，是冲我和嫣儿。她对我和嫣儿有些不满，我替锦宁给各位夫人赔不是。这样，各位先去凉亭坐坐，我让人上茶熏艾。锦宁，你跟我过来一下。我知道你一直都憎恨我，憎恨梁胜哥哥只喜欢我。我们是表姐妹，为什么你不能退一步想，一同嫁入侯府？你为正妻，我为妾室，你尊贵，我卑贱，为什么你还容不下我？偏要我打了胎儿，远嫁村夫，你才肯放过我吗？锦宁，你是不是疯了？你怎么能推嫣儿下水？来人啊，快来救表小姐！小黑，表姐，救我！来人啊，救表小姐！嫣儿，抓住！锦宁，你要做什么？大姐，睁大眼睛好好看，看看他是怎么死在你那愚蠢的陷害计谋上。你疯了！他死了你就坐实了杀人之罪，杀人偿命。他若活着，你顶多蹲个10年8载。确实，他不配跟我一命换一命。对，不知道，你快救他！你有鞭子，快救他上来！庄子我还给你。不需要你还，庄子本来就是我的。你真不要命了！好，我跟你斗到底！我不仅要你入狱坐牢，我还要你这辈子都出不来。是吗？那你死了，你死了我就出不来了。金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嫣儿怎么会落水？是他是个恶魔，把我和嫣儿推下水。你为什么那么恶毒？嫣儿哪里得罪你了？你要她的命啊！孙大娘，景睿说的可是真的？夫人，大小姐说的没错，是三小姐推他们下水的。三小姐还说要杀了表小姐，不让她嫁给李公子。小小年纪竟如此心狠手辣，为了侯府公子，竟连自己的亲姐和表妹都下得了手。若再纵容你，日后还得了？张大人，正好你在，此事便交给衙门处置。早知此行不妥，果真是中了长孙拔的圈套。来人，速回衙门请师爷和梁捕头，并通知国公爷。是。张大人，此事性质恶劣，陈锦宁不但害我女儿，还害了他腹中江宁侯府的血脉，为何不直接押他回去？本官如何办案，
还不需要将军教导。张大人，希望你能秉公办理，莫要因为他是县主便有所偏袒。将军，你从哪里看出本官会有所偏袒？他是皇上亲封的县主，未入罪前，谁扣押他都不合规矩。你们都是待查之人，更没有资格扣押县主。本官已命人回去，等官差来，自会询问证人，搜集证据。倒是将军，你到底在急什么？真要急，是不是该赶紧请大夫来为令女治疗？伤情可耽误不得。来人，请大夫上山，所有人员暂居客厅，静候官差不得离开。是。还有，请江宁侯夫人。陈锦宁，这一次我要你永世不得翻身。听闻姐夫房中美人如云，姐姐如今这张脸，不知姐夫还愿不愿多看一秒。陈锦宁，你不是说此计万全吗？如今嫣儿孩子没了，你舅舅一定会迁怒我们的。凭什么迁怒我们？我们一直都在为他们忙活，你有这闲心，还不如关心你女婿会不会嫌弃我这张脸。陈锦宁，我迟早扒你的皮，喝你的血！义女，你怎么就那么歹毒？国公爷好威风，连问也不问一句就动手。我本以为请国公爷来能为县主做主，没想到他竟……难怪这些人敢如此欺负他。国公爷，请先坐下来吧。张兄，他该什么罪便以什么罪发落，不必看我面子。案子还没调查，有没有罪还不定。张大人，你这话什么意思？这么多人正亲眼看着他推了嫣儿下水，你怎么就说他没罪？本官办案无需将军多言，将军只旁听便是。你，长孙将军稍安勿躁，张大人公正严明，断不会因他有县主的封号而有所偏私。毕竟，在这京城里，县主可不稀罕。夫人不必暗示什么，本官办案不偏不私，也绝不容冤假错案。现在开审，传人证。台下何人将当时所见情况尽数说明？启禀张大人，民妇孙氏乃枣庄管事。当时大小姐、三小姐和表小姐行至池塘边，三小姐突然和表小姐吵了起来，而后三小姐说要杀了表小姐，趁我等不注意，将表小姐推了下去。他们为何争吵？三小姐逼表小姐落胎，说别小想嫁入侯府，做妾都不行。表小姐苦苦哀求，说与李公子真心相爱，不求名分，只希望能入门生下孩儿。三小姐生气，便把表小姐推下去。大小姐叫张老爹救人，可三小姐指使她的狗去咬住张老爹，并将大小姐也推下了水，随后自己也跳了下去，使劲摁住大小姐的头，说要连大小姐也一同杀死。你这个毒妇！李公子若觉得这里审讯不够威严，不如回衙门去审如何？你就是张老爹吗？孙大娘所言是否属实？回张大人，孙大娘句句属实。几位夫人也亲耳听到三小姐与表小姐争吵。是的，是的，听到了。是啊，是啊。县主有什么要辩解的吗？他们在撒谎，长孙嫣儿是自己跳下水，至于大姐和我落水，则是去救人。可我忘了自己不会水，入水之后扑腾了几下，便拽住了大姐，误伤了她。我很内疚。这般荒唐之言，你也敢说出口？你与嫣儿有旧怨，怎会为她下水？我说的是荒唐之言，他们说的便都是真话。在国公爷心里，我始终是个惯会撒谎的歹毒之人。即使今日张大人还我清白，您怕也不会信我是无辜的吧？我说我被人绑去狼山贼窝，杀了几十个山贼，你信吗？难道他这一次真是被冤枉的？好一张伶牙俐齿，本夫人偏不信嫣儿会不惜以自己和腹中孩儿的性命来陷害你，那样即便你死了，
她又有什么好处？再说陈锦瑞是你大姐，难道她会为了舒一虫的表妹来陷害你这个亲妹妹？我虽未亲眼见三小姐行凶，但今日只因庄中蚊子多的小事，她便同长孙夫人争吵。好歹长孙夫人也是她的舅妈，这般目无尊长，恐怕心思也好不到哪儿去。张大人，此案已调查清楚，人犯在此，他不容抵赖。该如何办案，想必不需要本将教你吧？国公爷可有什么话要问县主？事情已经水落石出，大人该如何处置便如何处置吧。哟，怎的这么热闹啊？苏大人，南监总领大人苏毅，昔日摄政王一手提拔重用的人，如今更是深得皇太后与皇上的重信，权倾朝鲜，他怎么会来？本座不请自来，诸位大人不见怪吧？怎么会？苏兄大驾光临，使得这枣庄蓬荜生辉才是。这位就是皇上亲封的县主吧？怎地？刚才听见说你杀人了？我没有杀人。你这个歹毒的小娼妇，还敢装可怜？若不是你，我嫣儿怎么会弄成这样？看我不撕烂你的臭嘴！我还道这位口气冲天的肥婆是谁？原来是长孙将军的夫人。县主如今定罪了吗？你就在这狂吠？还有你说谁是小娼妇？本座虽这阵子没在京城，可也知道长孙将军的闺女与江宁侯府的公子偷奸苟合，怀上野种的暗杂事儿。就你们家这德行，还好意思叫别人小娼妇呢？听他口吻，竟是为了陈锦宁而来。大人，内子出言无当，请公公恕罪。只是县主伤了末将的女儿，罪证确凿，适才张大人已审定结案，容不得他抵赖。将军慎言，本官尚未定判。你，哼，敬亭啊，你说咱们南监能不能过问此案？大人，南监可过问京师乃至整个大周发生的一切案子。张大人，这案子本座问你要了，就交由苏总领了。来人，把一干证人都带回南监，本座亲自审理。苏公公，此等小案何必劳你费神？几位夫人又没犯罪，去了南监岂不是落人话柄？依本夫人看，直接让京兆府将陈锦宁压下即可。夫人说的这般肯定，想必对此案也十分清楚。那请一同前往南监录口供。你这阉人也敢这般嚣张！这就是你挑的夫婿？退婚了，我不要这种垃圾货色。退得好，这种夫婿，光看他娘的德行就知道，嫁过去这辈子都得倒大霉。便是熬得了这种夫婿，也忍不下这种婆婆。都带走，分开看管。但凡口供有疑者，上刑。传闻苏毅公公手段狠厉，向来对人用重刑逼供。我不去。其实我什么都没听到，我做不了证。苏大人今日到场，不分青红皂白，便要带人进南监，莫不是故意包庇陈锦宁？长孙将军此言差矣。其实苏大人和本将早已来到庄子，在池塘看了一出好戏。如今池塘的戏已结束，南监的戏才刚要开始。什么？他们竟然早有准备！犯下此等恶行，还有人来为你出头？知道为什么吗？并非所有人都如将军那么心思歹毒，玩弄谋术。总有心存大义之人，在你们策划此事时，便有人前来告知我了。是谁？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次又是你们策划陷害锦宁？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是谁捏造事实诬陷我们？这一次得谢谢管家的仗义相告，我不会忘记你的。三小姐不必客气，小人只是想将功赎罪。既有人作证，那便不需要回南监，在此呈供便可。你是何人？将此事计划说来。苏大人，叫人国公府管家，这一切其实都是锦瑞大小姐的计策。大小姐本来是想诬陷三小姐伤人之罪，却没想到阴差阳错害得表小姐落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这枣庄在大小姐出嫁时已被要去，她说武安侯府近年不济，要靠这庄子接济。谁知此时三小姐要拿回庄子，她一时情急，便让小人串通枣庄佣人，想诬陷三小姐一个伤人罪。真是绝好的计策！
舅兄不知道此事吗？若本将知道，燕儿怎会保不住腹中孩子？陈锦瑞，管家所言是否属实？我也是国公府的女儿，我也叫她母亲。为什么她的嫁妆只留给陈锦宁，不给我？凭什么？好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舅舅和燕儿对你这么好，你竟利用他们，还害得燕儿落胎！我呸！我们走。国公爷，妾身也是被蒙在鼓。你知不知道？你心里明白。回去再跟你慢慢算账。锦宁啊，舅舅之前冤枉了你，你不会怪舅舅吧？将军言重了。你什么态度？天上雷公，地下舅公，你对舅舅不敬，视为不孝。夫人还是抓紧带令千金回去医治吧。这落胎若不好好调理，怕以后也不能生育。你个目无尊长的丫头，竟敢诅咒我的嫣儿！我今天定要好好教训你！小惩大戒，好叫你这肥婆知道祸从口出。这陈锦宁到底什么时候结识了苏毅这个阉人？长孙将军，如今查实你的女是陈锦瑞所害，家事便不扰攘衙门了，我们关起门来处理便是。若三小姐那会儿也是这样说，那就不必劳师动众。国公爷，你怎会如此？张兄的意思是，案子发生时我故意拖延不审理，命人去请你过来，就是希望你能震慑住庄子里的人，别做假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诬陷三小姐的圈套，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你一来，连案子都没问，便要动脚踹他，你真是……所有人都看出是个圈套，偏偏就我看不出来。跪什么？哭什么？为师还没死呢。师父，徒儿好想你啊！你说你这丫头是怎么回事？在青州是个小霸王、小刺儿的，怎的回了京师，倒成了任人拿捏的货？好了，不哭了，有师傅在，谁也休想欺负你。之前说要给国公爷引荐夷陵公子，他便在那里。大将军，本官有一事相问，若非事先知道，你能否一眼就看出锦宁是被冤枉的？哪里有事先得知？我们压根没有潜伏在山上，是陈狗前来南间报信，说三小姐有难求救，我们是最后赶到的。那你和苏大人为何坚信锦宁是被冤枉的？看来国公爷真的很不了解她。三小姐武功非凡，若真想害死长孙嫣儿，直接将她掳至无人之地，便可神不知鬼不觉。为何偏要当着这么多人面把她推下水？或许她一时激怒杀人呢？旁人会，但她不会。她活了10几年，一直无所依仗，知道自己一旦挑事，国公府无人会为她出头。再者，炎热夏日，那几位将军夫人为何偏在这时来这么偏远的庄子游山玩水？苏大人是这么分析的，是吗？不，苏大人不分析。陈狗来报时，苏大人刚回京，正逢皇太后命人来处，而他却选择来庄子而不入宫。哪怕三小姐真的杀了人，他也会拼命护着。他视三小姐如亲女，他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三小姐。不，苏大人行事谨慎理智，他至少是心中有数才会这样做的。看来国公爷很喜欢自欺欺人。家常便饭，大将军请不要客气。试试这些螃蟹酒，这酒不错。我在瑶亭庄子时，奶娘说煮酒可以温补身体，于是我几乎每顿都喝。我回京城没多久，他就去世了。他身体不好，担心死了无人照顾我，总觉得我回家之后就能过好日子。你还有师傅，正如我还有姨父。别误会，我一点都不难过。我这辈子拥有的比别人多。喝。你看起来心事重重，是在烦恼叔母和长姐的事儿，还是因为李良慎？长孙氏与陈锦瑞经此一事已不足为患。至于李良慎，你曾问过我是否愿意嫁入李家，你觉得李良胜品行如何，是否良人？从长相、家世、背景看，确实是一门好亲事。你是他的义兄，自然不好说他半点坏话。他被义母保护太过，若早些放到战场上历练一下，不会像现在这样。他会上战场的，这一事没有我帮他立战功，我倒要看他怎么成局。你怎么知道？猜的，
好了，先别说了，饭菜都凉了，快吃。你不愿意嫁入李家，那可愿意嫁入陈家？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小姐，答应他。他这是求亲吗？开什么玩笑？他可是神鹰将军之子，江宁侯义子，母亲是高歌公主，他的家世论起来要比江宁侯府更显赫，而我只是一个庄子出来的野丫头，有什么资格痴心妄想？大将军说笑了，我这种人就该配个低门小户，哪里配得起大将军？时候不早，大将军还是早些歇息吧。海棠，我们走。三小姐，两位管事已带到。杨老头见过三小姐，孟婆子见过三小姐。两位都是昔日母亲重视之人，锦宁见过两位，快快请坐。小姐都长这么大了，老身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夫人时，夫人怀着小姐才5个月，可全身肿得厉害，脸和嘴唇都是青紫。5个月便肿得厉害了，还有脸和嘴唇青紫色。你没记错，夫人对老身极其好，老身不可能会记错。嘴唇和脸出现青紫是气血两亏的情况，可当时母亲是国公府的夫人，家财丰厚，肯定不缺补品。且听奶娘说，当时老夫人还专门找了个大夫为母亲贴身调理，怎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这其中另有隐情？不知三小姐今天叫我们前来，所谓何事？我想问问你们，可否愿意回庄子帮我的忙？这是如夫人和大小姐的意思，还是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三小姐还是打消了这个心吧。我们2人当初是犯了事才被赶出庄子的。犯了什么事？夫人死后，如夫人说要烧掉她留在这庄子里的东西，我和老杨头便把东西偷了出去。人死后东西要烧掉，这是正常的做法。难不成其他人家不是这样做吗？这三小姐认贼作母多年，说不定早就忘了自己亲娘是谁了。其他人家怎么做我不管，老身就是想留点念想。今儿见过三小姐，也算是了了心事。老身还有别的事情要忙，便不耽误三小姐了。三小姐和夫人长得真像，像又不是同一个人，见过就行。你们2位真的不愿意留在枣庄了吗？三小姐，您别误会，不是我们不愿意留，而是如夫人不会让我们留。便是准了，这庄子里的管事也会刻意刁难我们。他们刁难不了你们。海棠，叫他们来。是。三小姐，账本就在这儿，连年亏损。你放屁！若真亏损，就是你贪了。原来是这2个晦气的老贼！来人啊，把他们赶出去！你们这2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夫人刚去世就投靠了长孙氏，夫人若在天有灵，定会叫你们不得好死！你这个贱人，竟敢咒我！三小姐，你竟敢打我！昨天的事情还没过去，你若不把真的账本拿来，就给我滚出庄子！既然三小姐不待见，那我们走。没错，我们走后，地农们不干活了，三小姐可别来求我们。有种快滚！三小姐可不能让管事走，地农多半是认管事的，他们若一走，这庄子就无人干活啊！你们放心，庄子会正常运行的。陈狗，你现在去账房把真的账本找来。是。三小姐，那账房和管事领着地农来闹事了。这位就是我们的新东家，找他要工钱就对了。我们为庄子干了这么多年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说赶走便赶走，真是没良心！要赶我们走就得发工钱，发工钱，马上发工钱，发工钱！想收工钱的，都静下来听我说。你们要走，我不会阻拦。等会儿账本到了，我便按照上面登记的给你们结算工钱。小姐，账本拿到了。这，该死啊！你们竟然偷盗账本！
我要报官！庄子的规矩是按月发放，所以庄子欠你们1个月的工钱，你们都到海棠那边登记领取吧。东家，您刚才说我们是按月发放工钱，1个月有1两银子吗？没错，账本上记着呢。现在是闲时，每人500文，加上夏季每月100文高温补贴，总共是600文。三小姐，你可别乱说，工钱是200文，哪里来的600文？大家不信，可以自由查看账本，名字后面就是你们的工钱数。不对呀，孙大娘和账房说东家要减咱们的工钱。我说的是减他们的工钱，他们1月10两银子，活却不干，难道不该减吗？他们威胁我，若减掉他们的工钱，就把你们带走，让枣庄无法维持。我很欢迎大家留下，但我也尊重大家想跟他们共进退的感情。工钱我会照发，祝大家前程似锦。他们克扣了我们的工钱，还要拿我们做法子，天杀的，那可是1个月800文钱啊！不好，他们要跑！你们想干嘛？可恶的恶棍，苦扣我们的工钱，还哄骗我们离开庄子，今天非揍死你们不可！对，把我们的工钱吐出来！东家，我们不走，我们要留在枣庄。对，东家，我们都不走了，我们要留下来。我很高兴大家愿意留下来，先前说的待遇依旧，希望大家能齐心协力，把枣庄经营得更好。至于他们，我会移交给官府处置，让他们把这些年克扣的钱都吐出来，偿还给大家。大娘，你老实告诉我，我阿娘怀我时在庄子里住了多久？大概1个月。当时夫人身子不太好，国公爷带她来庄子散散心，来了后精神都好了不少。既然精神好，为什么又急着回去？听说是老夫人病了，要夫人回去侍疾。老夫人病了，要一个怀着孩子的人回去侍宾，难道府中便无其他人了？这婆子就不知道了。三小姐若想了解，可以找之前伺候夫人的婷姑姑问问。婷姑姑，你知道她如今在哪儿吗？不知道。夫人走后，她就被老夫人赶出府。婆子将夫人留在庄子的东西交给她后，就被抓去蹲大牢了。出来后也未能联系到。三小姐，您怀疑当年夫人的难产？孟大娘，我没有怀疑什么，你也别乱说。此事我单独问你，你心里该有数。三小姐放心，婆婆一个字都不会往外吐。我对你和杨伯是放心的，明日走后，庄子便暂时交由你们管理。被赶走的那几人或许会回来闹事，你们防着点。三小姐您尽管放心，婆子和老杨头2人便是拼了这条命，也不会让人扰乱庄子。陈锦宁，你到底耍了什么诡计，让父亲把母亲禁足了？赶紧去跟父亲解释，放母亲出来，否则我弄死你！你是自己滚出去，还是我丢你出去？你敢？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我现在就打死你这个少爷走好。陈锦宁，你给我等着！国公爷，少爷去了三小姐屋中打闹，被三小姐丢了出来。明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还去惹她做什么？父亲，分明是那小货使计害了母亲，您为何还信他？按我说，该把他禁足才是。你堂堂男儿汉，不读书求功名，反倒搅和内宅是非，像什么样？我求什么功名？我日后不是世袭您的侯爵之位吗？世袭侯爵？你可知这爵位是谁为你挣来的？就是你嘴里的小……给我滚！国公爷，这府里看着懂事的，怕是只有三小姐。哼，她若真懂事，江宁侯夫人就不会宁可娶一个私德败坏的长孙嫣儿，也不要她这个国公府嫡出小姐。国公爷该知道，这和那些无关。江宁侯夫人只是想拉拢长孙将军，她需要武将的势力。国公爷该去和三小姐谈谈的。最委屈的就是她，最不济你也当作是为大小姐考虑。为锦瑞考虑什么？大小姐在枣庄一事，若苏毅大人执意追究，
武安侯府那边怕是会休了大小姐。你的意思是要我去跟他道歉求他？他受得起吗？备马，我亲自去一趟南监。以我跟苏大人的交情，想必他会卖我这个面子。若国公爷也曾为三小姐这样奔走，或许三小姐不至于会这么偏激。苏兄，打扰了。陈兄，请坐。苏兄，今日冒昧前来是为庄子里的事情，你也知道，这其实就是姐妹之间的误会。既然长孙家不追究，此事不如就此作罢。对不住，陈兄，你若换其他事求我，我怎么也会卖你个人情，但唯独这件事情不能就此作罢。苏兄，此事算不得什么要紧事，且锦宁也没有受到伤害。若本座没回来，国公爷认为丫头会平安无事吗？这锦宁是你女儿，你护不护她我管不着，但是她是本座的弟子，本座偏要护她到底。本座倒想问问国公爷，福州市由你负责，狼山案你也知晓，前后对照也能清楚长孙拔是个什么货色，为何在枣庄时你还联合他来欺负丫头？难道你就真一点都看不清吗？国公爷，本座就一句话，你若不护着他，也请不要帮着外人来欺负他。来人，送客。既然你执意如此，我再说无益，告辞。什么东西？陈国公并非无心冷血之人，但为何会对这个女人格外刻薄？本座才不理会他是怎么想的，态度已经摆明，他要是再敢对丫头不好，那就休怪本座不讲往日交情。说到底，他还是得看兄长几分面子，不好处罚我。可不是嘛，国公爷和夫人到底多年夫妻，怎地会为了三小姐而破裂夫妻感情呢？就是不知那小丫头片子是怎么搭上那个太监，竟然会为他出头，不然早进牢子里了，我们也不用受禁足之苦。小姐，不如咱与三小姐握手言和吧。你怕了？你忘记你的耳朵是谁割下来的吗？实不相瞒，我是真的怕了。如今只是割去耳朵，若再斗下去，只怕连脑袋都保不住。夫人不好了，三小姐正往您屋中来。什么？来得好，让他进来。我倒想看看他要怎么对付我。陈锦宁，你想做什么？你怎么在这里？奴婢不忍见三小姐忤逆夫人，犯下不孝大罪。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奴才，连一个奴才都比你懂事。枣庄的事情，我暂时不与你计较，但是你手上握住我母亲的庄子店铺，都得一一交回来。交给你？凭什么？别以为你在枣庄脱了罪，回府便可胡作非为。你父亲虽说过庄子以后要交回给你，但现在他没有这样的命令，我便更不会交出来。陈狗，进去搜，但凡见到我母亲名下的庄子地契、电器、房契，都给我拿回来。是。大胆！夫人的屋子也是你能搜的？陈锦宁，你这是要造反吗？谁阻拦，我都不会留情。来人啊！快把他们给我拖出去！你是公主府的人，敢在国公府偷东西，信不信我去报官？对不起，陈夫人，我只是听命行事。你听谁的命令？这里没有你的主子，你回公主府去。小姐，陈锦宁，你不孝，你连母亲都敢冒犯！你别管他，只管找你的。别！你若上去，夫人反而更遭罪。三小姐，你不可这样对待夫人。小姐，找到了。这只是开始，枣庄的事情我慢慢再跟你算。你别是拿走，我也能拿回来。在这国公府，你还做不了主。没错，在这国公府，我是做不了主。只是这些契约如今在我手中，我若到官府换成红契，你便是拿了回去又如何？你疯了！你去换红契，得给官府一成赋税，你怎么这么败家？你便是再恨我，不可这样败国公府的银子。看清楚，这上头写的血是真信，不是国公府。陈狗，我们走。
定是与他勾结了。在枣庄，真是你出卖了我们！不，表姐，我没有，那是三小姐的奸计。那你刚才为什么不阻止他？滚！太好了，小姐，如今契约都换成红契，这下看夫人还怎么霸占？我们总算赢了。傻丫头，这才哪儿到哪儿？这么多年的账，我们要跟他一笔一笔算。小姐，现如今庄子铺子都回到手里，该怎么接管？您总不能老出面吧？别担心，这不是问题。走，随我去见一个人。若不是我有前世经历，谁能想到眼前这个穷小子在几年后就会成为大周朝最厉害的巨商首富呢？胡管事，小东家，小海棠，你们什么时候来京城的？我们是京城人士，早2年回来的。真是太好了！我这约了人谈事，小东家如今住在哪里？等我谈完了事去找你们。你别去了，我请你吃饭，顺便谈谈你手上的那批货。小东家，你怎么知道？我神机妙算啊！走吧。哎，小东家，我没听错吧？你想让我帮忙管理您的庄子和店铺？不是帮我管理，是我与你合作，我分你30%的利润。不，小东家，你这是疯了不成？30%利润，你知道是多少吗？不止。现在我手上的庄子铺，你主事，我分你30%利润。日后我与你开设的其他店铺生意，我按照份额入股投资，然后我占30%。小东家，你这很吃亏的。不吃亏，生意场上银子不是最大的本钱，本事才是。我可一点都不亏。等你打下顶峰号王国的时候，我每天就只躺着数银子。那我岂不是无本生利？那你可愿意？是头猪才不愿意呢。狗，你以后就跟着胡管事，以后咱的店有你一成。关于庄子铺，我要大力整治，但凡有闹事不听者，能上拳头就不用说废话。是小姐。陈兄，小东家是什么来历？陈国公府的3小姐，皇上刚封的宁安县主。竟然是侯爵府里的千金小姐，而且还是县主。我一直以为小东家只是富户小姐。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首先，铺子里查账。国公爷，下午3小姐去到夫人房间，将甄夫人留下的契约全给抢走了。该死的逆女！不是说了会交还给她吗？至于直接上门去抢吗？这哪里是大家小姐的作为，这分明是强盗！3小姐觉得国公爷不信她，如今她也不信国公爷喽。罢了，让她去吧，那本来是她的东西，她要怎么做便怎么做。完了，国公爷竟然不想为表姐出头了。表姐一失势，那3小姐岂不是想报复我就报复啊？你去一趟武安侯府，打探一下锦瑞的情况，另外再看看苏毅有没有到武安侯府施压。老爷，此事我觉得您还是别管了。我如何不知锦瑞这一次做得太过分？可若他被休回来，丢的是我的面子。您这一插手，再想和3小姐和解可就难了。和解？难不成你认为我如今和他还有和解的余地吗？罢了，这份父女亲情从来就不曾有过，如今也不必强求。国公爷，妾身不活了！没我的命令，你出来干什么？求你为妾身做主啊，国公爷！那逆女不遵孝德，今日直冲妾身卧室，不仅抢走了所有地契，还把妾身吊在房梁上，这是要活活逼死妾身啊！死了没？若没死，趁早！我忍你多少次了？不好好履行钟馗之责，总在背地里挖空心思，想着怎么霸占阿珍的遗产，贪污府中的银两。不，我没有。如今还联合外人，想陷害我和阿珍唯一的女儿，你知不知羞耻啊？还不给我滚回去禁闭！
阿珍，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你在乎这个女儿吗？可她害死了你。我恨极了她，若不是她，怎会夺了你的性命？我努力过，接了她回来，为她说一门亲事，嫁了出去，便了了我的责任。偏生她却闹出这么多事端来。我每次看到她在我眼前晃动，我就记起你是怎么死的。珠儿啊，你父亲竟然说让我去死，10几年夫妻，竟然比不过一个逆女，这日子没法过了。母亲，你别难过，父亲兴许只是喝醉说的无心话，他不可能真的让你去死的。现如今你大姐在武安侯府情况不明，你父亲又一心偏着那死贱人，无人为我们撑腰，国公府已经没有我们娘俩生存的地位了。母亲，你别怕，我已经写信给祖母，让祖母回来治那个小。对，老夫人，珠儿，你去帮母亲找一个人，叫他来府中找你父亲，只有他能扭转局势。谁？长崎道人。